今天啊，咱们接着来讲弃子周小平的故事啊。最近一段时间内，总是有人在评论中问我，他说：“王局啊，你的周小平的节目是不是烂尾了呀？”其实肯定没烂尾啊，但是呢，过去一段时间内，因为大事儿太多，你想想国内的白纸革命啊，风起云涌，咱总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讲什么弃子周小平的故事，是吧？还有现在这个疫情也特别严重，很多地方的疫情啊，这个都值得关注。这种情况下，咱们也不太适合讲这个周小平。像周小平这种节目啊，说白了就是压缩饼干，就是方便面，没有那种比较重要新闻的时候，咱拿出来讲一讲。今天呢，正好是周末啊，也没有太重要的事情，咱们就把周小平拿出来，今天把这个坑给填了。话说从2016年开始啊，周小平可能把他过去几年积累的好运气就都用完了。这一年的5月份呢，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你们请睁开眼睛看看吧，这个腾讯视频正在封杀这个国家的爱国者。哇，那委屈之情溢于言表啊！大家都知道啊，他自己是办了一些公司的，生产一些影视产品，就是说什么平方公里呀、什么评论呐，这些视频呢，平时都是他自己在镜头前怼美国、怼日本、怼台湾、怼法国、怼欧洲，是吧？然后中国如何伟大，就这些视频。他这个视频有点来头，因为他专门办了一个这个互联网啊视听节目的制作许可证。这个许可证一般人办不到啊，别说一般人了，一般的单位都办不到啊。他自己一个小公司竟然能拿到这个许可证，可见他在飞黄腾达的时候还是有些路子的啊。所以他过去经常把他自己的节目啊前面先贴上这个许可证，表明他是天字一号，是合法制作的产品。过去他红的时候，这些互联网平台对他都是一路绿灯啊。他一方面他有这个制作许可证，另外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有点背景，所以他这些节目呢，在什么优酷啊、爱奇艺啊、腾讯视频呢都非常受欢迎。但是呢，他从2016年的时候，他发现不太对劲儿了。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啊，对他一路绿灯的这些平台啊，慢慢开始不怎么待见他了。他的节目上传的过程中间要反复审核，这个不但反复审核，过了一段时间，甚至把他过去的那些节目都给删了。其实他那些节目还有的，包括他说了什么怼台独的，也都给他删了。那可见删的节目的内容不是因为这节目本身，而是因为周小平。所以他觉得特别委屈啊，他就在节目中间说，他说还专门雇了好几个人往腾讯视频上传，结果呢没日没夜的工作，上传完之后还是审不过。最后他发现，不但审不过，审完之后，那个腾讯视频的编辑还把他的存量视频也删了。他在文章中间说啊，他说马化腾是全国青联的副主席，他是全国青联文艺界别的副秘书长。他说那言论自由怎么保证呢？你看这5毛开始伸张自己的言论自由了。但是他说完这些话，他写完这篇文章，人家这平台也没人搭理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坊间都传言呢，从2016年开始，就是这个周小平的靠山倒了。大家都知道啊，周小平当时怎么发迹的呢？就是因为他搭个上了卢伟嘛，网信办的主任。这卢伟呢，后来选了他和花千芳，把这2个人送上了中南海，然后在文艺座谈会上呢，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这2个人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但是卢伟从2016年开始啊，就失宠了。我听到的消息啊，就卢伟这个人呢，因为一开始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近嘛，但这个人不知远近，参加那个乌镇互联网大会啊，习近平前脚走之后，他后脚就搬到了习近平下榻的酒店。你想，还是在中国，这是僭越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搞什么人奶宴，跟今日头条直接要股份，这个人非常跋扈嚣张。后来呢，从2016年的6月份开始呢，网信办主任就被拿掉了，就只剩下中宣部的副部长了。说实在的，中宣部副部长，如果你只是一个副部长，那你权力就小多了。那网信办掌握着中国互联网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呐。他一失宠啊，这他的棋子周小平啊，立刻就不行了。你想想，谁还会在乎周小平呢？所以周小平立刻就感受到了气氛不对了。那么他成为弃子之后啊，周小平也发生了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就他的言论就开始越来越驳出位，越来越偏激。他在他的文章啊、视频节目里头啊，那些言论就越来越不着调。2016年的1月份呢，周小平就在微博上说他就预测他说2019年的3月20号，
中央巡视组啊将进驻台湾省。他在节目中间这个大刺刺的说奉劝你台湾这些人呢，你要抓住和平统一的好机会啊，否则到时候你别到时候我没警告你啊，错过这个机会啊。9月份的时候，美国大选，他开始预测啊，言之凿凿，又开始宣布希拉里肯定当选，川普必败。当年当然确实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川普会赢呀，但是他呢就开始这个赌，他说如果要是这个川普当选的话，他直播直赌。结果后来果不其然，这川普就当选了，是不是？然后呢，他就没有办法。这周小平有一点还是肯定的啊。后来就真在直播过程中开始吃土，他拿了一把黑乎乎的东西在吃，不过肯定不是土，是他把那奥利奥的那面包啊给弄碎了，那个饼干弄碎了当土吃，或者是面包，或者那咖啡渣子，是吧？不过要说这周小平的毒品还是可以的。那大家都知道，网上也有一个当时那个网红叫王小山。他当时就说，如果川普当选，他吃屎，哇，很多人都是记下来了，截屏了。后来川普真的当选了，人就追着问，王小山你吃屎啊？是吧？王小山他就开始耍无赖，他说我又没说我吃屎，我可能是找一条狗来吃屎。所以你看，周小平虽然说是个弃子啊，但其实比那个王小山还是多少有点底线的啊。2017年的2月份，当时这个香港啊，大家都知道那个特首曾荫权被抓起来了。这曾荫权呢，是个在香港引起的非议非常大，就是腐败嘛，坐私人飞机、坐游艇，退休之后在深圳的豪宅里居住，是吧？还是出入赌场，结果就被香港的廉政公署给拿下了。这在香港是件大事儿。应该说，香港的廉政公署啊，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能把特首办下来，这件事情说明香港的法治还有效。结果呢，周小平在这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呢？他说，外国的法官审判中国的特首，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呢？是时候开始结束一国两制了，就是要叫嚣要在香港停止这个一国两制，要搞一国一制。你看着吗？就这些话就越搞越离谱。到2017年3月份，是吧？萨德当时在韩国开始部署，周小平又开始发言了。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呀，之所以变成富强、民主、自由，是因为他在敢战的时候啊，以战止战。是吧？那意思就是说，真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敢打。他说，历史证明啊，就战胜的国家，老百姓能享受自由和民主；战败的易子而食啊。但他这话说的有个什么漏洞呢？你知道了吗？就是说，他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富强、民主的国家，那你跟你平时你反对美国这一套，那不对呀，逻辑有错误啊。结果这个时候，中国青年呢，微博就出来了，他说：“周小平同志，你理一理你的逻辑啊。”你是不是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富强、民主的国家？您要不要考虑修改一下？这周小平一看到这篇这个微博之后，勃然大怒啊，连写了3篇文章啊，驳斥啊。驳斥之后呢，还要求这个中国青年啊删掉自己的微博，而且呢还说如果不删掉，这事儿没完，要跟人坚决搞到底。坚决搞到底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有的文章和微博通通被删掉了。嘿嘿，今非昔比呀，弃子就是弃子。2017年的5月份，接着笑话来了。法国大家都知道，总统马克龙当选。这马克龙当选的时候，这周小平啊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讲的什么呢？说马克龙的妻子啊，在欧洲啊是一个显赫家族啊，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垄断企业，是大财阀呀。这马克龙是个小白脸，然后靠自己的妻子上位，最后就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啊，后来欧洲都引用啊，因为大家看了这篇文章觉得特别可笑。为什么呢？因为马克龙的妻子的家族啊是做巧克力的，一共也就只有7家店，一年的总营业额只有400万欧，利润只有22万欧，全部员工加起来也只有那么30-40个人。就这个在周小平的文章里说他是一个大财阀。就你想这个笑话就是跑到国外去了哈，就引来了共青团中央和环球时报。你想想，共青团中央和环球时报过去都是周小平铁杆的支持者，对不对？在他红的时候，那你想想这周小平还是共青团中央里头的一个有职务的嘛。这个没想到这个时候共青团中央也在批评周小平，说这个中国的网络谣言传到了这个欧洲。环球时报说周小平的谣言呢是太离谱。而周小平怎么回复呢？他说我没说法国，他耍无赖了。他说你看我那法国的法字啊，不是那个法国的法，是一个玉字旁加一个法，这个法朗器的法。
说周小平经常用这种方式造谣啊，造谣完了之后他不承认，你看这个人确确实实有点下三滥，是吧？不过虽然说周小平这一年啊，他这个打打杀杀呀，就是这么就过去了，但他这一年其实还是有一点好事的，就是2017年的3月份啊，周小平呢跟王芳结了婚。这王芳有一点来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中国的民歌手。2012年的时候，是中国红歌会得了亚军呢。2014年的时候上了春晚，那一年的春晚的总导演是冯小刚。因为央视的春晚这些年收视率一落千丈，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呢就找一个知名的电影导演来做总导演。冯小刚那一年就是嫌命来做这个央视春晚的总导演，选中了王芳来唱《英雄礼赞》。后来大家都说之所以选定王芳，这王芳的名字啊，志愿军里头那个电影里头那个主人公的名字一模一样，都叫王芳，所以王芳后来就出了名。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跟这个周小平走到了一起。周小平后来在2015年到韩国访问的时候，那代表团里头就已经有王芳了。所以有人说周小平当时享受了总理待遇啊，带着准夫人去韩国去了。两个人在2017年结婚的时候，周小平写了一篇文章，叫《身许家国心许你》。这篇文章披露了他跟王芳之间交往过程中间的一些这个秘闻，是吧？他当时就讲他怎么认识的王芳呢？就王芳出名之后见惯了男人对他的殷勤，一见面就管他要联系方式。但是周小平却非常特殊，在场合，在这不知道什么场合见到他之后掉头就走，根本就不管他要微信。这王芳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呐。后来呢，王芳就发现背后很多人都在讲周小平的坏话。王芳作为一个女性就觉得周小平不错呀，就开始打抱不平，就替周小平讲话。这一来二去，两个人呢就芳心暗语走到了一起然后呢，这周小平在关键的问题上还点拨了王芳。王芳不是唱这个歌这个什么英雄礼赞吗？是不是？周小平就语重心长的跟他讲。他说：“你这个歌技巧上说实在的讲的可以了，唱的可以了，但是那个情绪还是不够饱满。你比如说你唱到那个什么，为什么战旗美如画，是吧？感情上不够充沛。你想一想，是吧？”周小平他就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给王芳讲从讲了汉朝军队跟匈奴大战一直讲到志愿军军队跟美军决一死战讲着讲着，王芳那眼泪就夺眶而出这之后，王芳再一唱，哇，那感觉就起来了。再加上王芳据说是有高血压，这周小平随便用食疗给他调理一下，血压也不高了。脸上长痘，这周小平用毛笔写了几个方子，这痘也没了，是吧？我就说这中国确确实实这个应该重视一下，重用一下周小平。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大家都抢莲花清瘟，周小平要是重用了之后，那毛笔写几个方子，全民这个病毒肯定全给整到美国去了，中国一个都没有了，对不对？你看人家王芳高血压都能治好，是不是？痘都能治好，也就是用食疗都不用药。后来两个人就结了婚了，人家写了一篇文章叫《身许家国心许你》。我也不太明白他既然身许家国了，他那孩子怎么生出来的？他只把心给了王芳，然后搞了一个汉服婚礼嘛。结果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后呢，这王芳跟这个周小平就一开始做节目，而且还自己在周小平的这个公众号上写文章。2017年的时候，王芳就在周小平的那个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要抵制电影《敦刻尔克》。他就讲的这个电影《敦刻尔克》是这个英国军队在亚洲抵御日本侵略军表现的是英国的军队的英勇，说这个东西是历史虚无主义。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大家都笑翻了。你想想，敦刻尔克在法国，是不是？这日本人从来没有进攻过敦刻尔克，是不是？结果呢，这不是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和笑话吗？大家就开始竞相嘲笑王芳结果他们就顶不住了，第二天就把这篇文章给删了。然后呢，周小平呢当时恼羞成怒，还专门去跟那个袁腾飞就搞，因为袁腾飞当时嘲笑这个王芳特别来劲嘛，他就叫3打袁腾飞。
但是大家都在笑，说这对夫妻两个真好玩，是不是啊？这敦刻尔克就成了他们这个类似于周代瑜的这个笑话的一个来源。2017年呢，卢伟呢被双开了，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他被判刑14年，然后还被罚了300万。就这个人呢，说实在的，中国所有的互联网界，包括新闻界，对他都恨之入骨。说他倒台的时候，大家是奔走相告啊，弹冠相庆。那这之后呢，周小平呢，这个整个他的命运也就越发的日薄西山呢。也就是在这2017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啊正在搞这个贸易战嘛，美国开始封锁中国的中兴通讯，是吧？就是芯片嘛，卡脖子嘛。周小平写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呢？他说重大利好，美国终于开始对中国的芯片下手了。然后呢，我们自主研发的春天就要到来了。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美国你对中国进行封杀，那也就意味着这是对中国的芯片业是一个利好，因为我们自己要搞研发，美国你们走好。结果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呢，就是大家看完之后都哈哈大笑。人民日报现在专门出来开始批评周小平，不点名啊，就说这个不理智。这种文章是吧？那怎么能说别人封锁我们反而是我们的利好呢？这逻辑不通啊！周小平又恼羞成怒啊，又写了好几篇文章，直接叫板人民日报啊，还搬出老毛啊，说老毛当年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封锁，然后呢，老毛就把这看作是一个中国的利好。当然，这种逻辑非常是可笑的。但是人民日报人也没有直接批周小平，他直接就在微博上上了一道菜，叫红烧带鱼。说这个带鱼吃的时候啊，要先腌后炸，夹枪带棍的说这些话啊，是吧？然后呢，不久呢，就周小平的这些文章也通通被删掉了。可以说啊，从2017年之后，周小平就很少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被抛弃，他其实也就没有关注的价值了。除非像我这样的专门总结他的这个被弃子的经历啊，你才能看到他整个这个脉络。否则，他现在其实已经离开了大多数公众的视野。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一直在怼胡锡进，仿佛又回到了他刚刚成名之初的那个小镇青年。弃子周小平的故事啊，到今天就讲完了。我为什么想讲周小平的故事啊？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出身。我觉得历史的进程有的时候啊，如果你从宏观层面去看，往往会看不太清楚，或者只留下了那些宏大叙事。那很多人的个人的命运会跟这个历史的浪花会处于同一个节拍。我看到周小平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常常会想起文革时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张铁生实际上是东北的一个混混，考大学的时候呢，他不会写。于是他就在考卷的背后写了一篇他为什么只能交白卷的理由。没想到被当年的政治人物啊看中了，钦点为一个所谓的典型，从一个连答题都不会的一个混混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主管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当然了，最后他也没落上什么好下场。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文革结束之后，张铁生也锒铛入狱。周小平的幸运呢，就在于啊，他其实还没有像张铁生那样真正进入到权力的圈子。所以呢，虽然他失势了，我个人觉得对他个人来讲啊，从某种来讲也是一种幸运。假如说他真的进入那个权力的圈子，到后来再出事儿的话，他可能就需要跟卢伟一起去进监狱去了。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说啊，像周小平这些棋子们呢，他们本身都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为当一个人甘心去当工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了。所以啊，我们这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接近权力，但是呢，却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可能就是一个人和一个工具最大的区别吧。